啤酒是世上历史最悠久、普及范围最广的酒精饮料之一。啤酒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，属外来酒种。在德国占领时期的中国青岛，当地人以及商家便把德文的 Bier 翻译成啤酒，这也奠定了啤酒的中文读音。同时，由于还兼具健脾利尿的作用，青岛人也把啤酒叫做啤酒，表示常喝啤酒可以达到健脾开胃的功效。在1922年出版的青岛概要中，开始出现啤酒的字样，从此逐渐在国内开始流行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国最好的啤酒——青岛啤酒。青岛啤酒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官方赞助商，是世界品牌500强之一，年销量接近800万千升，风靡全世界。青岛啤酒选用优质大麦、大米、上等啤酒花和软硬适度、洁净甘美的崂山矿泉水为原料酿制而成，原麦汁浓度为12度，酒精含量3%至4%，酒液清澈透明，呈淡黄色，泡沫清白，细腻而持久。如今全国各地的餐桌上都有青岛啤酒的身影。找上几个好友，叫上一桌烧烤，搬上一箱青岛啤酒，这是最常见的消遣方式。在青岛，更是发明了用塑料袋打啤酒，边走边喝，好不惬意。若问青岛啤酒起源于哪里，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：青岛市北区登州路56号的青岛啤酒厂，现在已经被开辟为青岛啤酒博物馆。可知，早在上世纪40年代，青岛啤酒厂便出现在了青岛旅游指南之中。1903年8月15日，因德商人共同出资40万墨西哥银元，约近2800万元人民币建了一家啤酒厂，唤作日耳曼啤酒公司青岛股份公司。彼时，这家啤酒厂一天可生产2000多吨啤酒，是当时远东最大最先进的啤酒厂，这就是青岛啤酒厂的前身。最早，青岛啤酒以小青岛的灯塔为商标，现在却是栈桥回栏阁。无论哪一种，皆可说明青岛啤酒与青岛城市联系的紧密。青岛因青岛啤酒名扬世界，青岛啤酒更是因青岛城市的进步而得以更好的发展。1906年，青岛有了第一张手绘地图，西关登州路啤酒厂的位置靠近郊际铁路与港口码头，运输方便。尤其在啤酒厂的左前方有一德国毛骑兵营，他们建啤酒厂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供应驻青的德军与侨民。同年，青岛啤酒在德国的慕尼黑博览会上获得世界金奖，震惊世界。1914年，日本侵略者占领青岛，2年后，日本人以50万银元买下这家厂，更名为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青岛工厂。此时，日本人把生产淘汰的酵母废物利用，制成维他一片。啤酒酵母含丰富的维生素，时称为维他一，也就是现在的10母生酵母片，有助促消化的一种药物。但是侵略者也只供应其军队和侨民，虽几番易主，但改变不了青岛啤酒生动有趣的广告进程。青岛啤酒博物馆中有图画有视频。日战时期，有2幅日本人做的青岛啤酒广告，第一幅主角是我国古代的3位英雄，日本人认为刘、关、张三结义时喝的就是青岛啤酒。另一幅则是以隐形蝴蝶为原型设计的旗袍美女。这2幅广告传达的寓意是，英雄与美女都喜欢喝青岛啤酒，喝了青岛啤酒，男士是英雄，女士更加美丽。抗战胜利后，建国前，青岛啤酒的广告屡开先河，发散性思维触目惊心。不过它成就了我国最早的电影胶片产品广告，但骗子的广告语令人汗颜。常饮青岛啤酒不仅无害，反可强身，既能开胃健脾，复可治疗脚气病、风湿病、肠胃病。时至今日，遥想伦敦奥运年，一句激情成就梦想，青岛啤酒的体育营销战略再次升级，签约中国冠军支队，大获成功。自此，青岛啤酒的形象推广处处充满了激情的正能量。有人说，白酒是一种深沉文化，适合一人独饮；红酒是一种浪漫文化，适合与情人对饮；而啤酒则是一种激情文化，
非常适合与朋友共同分享，也是朋友们聚会时的最佳选择。如今，畅享欢聚时刻已成为了青岛啤酒的品牌主张。青岛啤酒的100年历程，实际上就是一部制度变迁的历史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青岛啤酒回归国有，企业发展，规模扩大，生生不息。中国品牌与中国国家形象调研报告显示，在部分国家青岛啤酒认知度超过 90%， 尤其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整体认知度更高。而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公司调查则显示，青岛啤酒在美、英、澳、日、韩的产品使用率中位列第一。今天，作为唯一一个在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被人熟悉的中国品牌，青岛啤酒品牌价值达到1297.62亿元，连续14年蝉联中国啤酒行业首位。数据是最好的证言。2017年青啤海外市场销量同比增长 18%， 亚太市场销量同比增长 34%， 大洋洲增长 44%， 拉美市场增长 36%， 北美增长 17%。 在全球啤酒市场上，青岛啤酒表现亮眼。因青岛啤酒而爱上中国文化的年轻人不在少数。为了满足海外消费者的文化诉求，青岛啤酒每年都会在海外市场推出生肖冠产品，中国结元素、青花瓷设计等广受好评。中国的美猴王、八仙过海等故事也因青岛啤酒而被海外消费者熟知，这赢得了海外消费者的青睐和点赞。不少国外消费者甚至以收藏青岛啤酒罐、啤酒瓶为乐。因一瓶青岛啤酒，他们了解并喜欢上中国文化。从欧洲到美洲，从亚洲到非洲，越来越多的洋面孔成为青岛啤酒的铁杆粉丝。产自中国的青岛啤酒既充满了东方气息，又萦绕着世界味道，折射出其在全球化战略上的文化自信。100年青岛啤酒，以一瓶啤酒的中国功夫，演绎了一部横跨东西文化纵越118年的酿造传奇。今天，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岛啤酒，正成为中国沟通世界的舌尖外交官，成为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一张新名片。